这里是日本京都的福建道和大社，经常被评为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景点。一年四季游客都是络绎不绝，是到达京都必去的地方。今天也过来感受一下这里。不过这里没有什么秋色，要赏枫可以到它旁边的东福寺。东福寺也是京都的5大寺院之一，算是京都最大的禅寺，面积达到了20万平米。这里有一个通天桥，是看这里红叶谷最美的地方。跟我一起来游览参观一下。到松屋吃早餐，自助点餐，中文很方便。我这个酒店如果订含早餐的，大概要多70-80，自助餐还是比较丰富的。早餐10几块钱，如果想省点钱，在门口这个松屋吃个早餐，1-20就可以。一个一卡通充值卡，我这次在京都待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买了一个 IC 卡，这样平时无论坐公交、地铁还是火车都比较方便。或者买个西瓜卡也可以。今天准备去几个大的景点，首先来到的是福建道和大社，这是一个免费游览的地方。这个福建道和大社建于8世纪，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供奉的是道和神，就是保佑生意兴隆、五谷丰登的神明。在日本境内有上万个道和神社，这里是全国道和神社的总本社。上台阶就可以看到朱红色的楼门，后面是主殿，这个造型也比较特别。这里不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也有很多本地的学生来这里修学。对于外国游客来说，其实这些主殿、拜殿都没有太大兴趣。这里最出名的是神社主殿后面的密集的朱红色的千本鸟居，这也是京都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，也被列入世界遗产。很多电影里，像《艺伎回忆录》里面就出现过这个地方。这里成千上万座的朱红色的鸟居，构成了一条通往道和山山顶的通道。走进千本鸟居，无论是老朽的、暗色的还是光鲜亮丽的朱红色的牌坊，密集地交织在一起，视觉非常震撼。从山脚一直往山顶，整个山坡都覆盖着数不清的红色鸟居，它们一个连着一个，形成了无尽头的隧道。这个红色的牌坊就叫鸟居，千本鸟居本来是指1000个鸟居，现在可远远不止1000个了，应该有上万个了。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鸟居呢？因为从江户时代开始，前来福建道和大厦参拜的人就会捐款，树立一个鸟居，借此对道和大神表达心中的感谢和敬意。时间一长，大大小小的鸟居数量就有惊人的成长。从下面的大殿一直走到山顶，路还挺远的，走一个来回大概要2-3个小时。每一个竖立的鸟居正面的左右分别写着奉纳2个字，沿途会有一些休息的地方，因为走起来也挺累的。整个山上的千本鸟居路线非常的长，可能很多人走不到头，走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因为还挺累的。你们要休息休息。半山腰的休息地有一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到远处的京都市区。我们今天就当作是爬山锻炼身体的。早晨的时候天气不太好，是个阴天。看看地图，前面还要爬一个小环线。不过这时候天好像放晴了。既然已经爬到半山腰了，想了想还是走一个完整的线路吧。说到鸟居，这个鸟居就是看到的这个类似牌坊的建筑，它代表着神域的入口，到了这儿就提醒来访者你已经进入神域了，所以看到这种鸟居的形状，行为举止也要特别注意一些。
毕竟都要入乡随俗嘛。在道和神社和千门鸟居，一路都会看到很多狐狸的雕像，这是道和神的化身白狐，代表着智慧和长寿。通向道和山山顶一共有3座山峰相连，这些千门鸟居几乎把3座山峰连起来了。这个鸟居除了正面有奉纳2个字，背面也刻了很多字，基本都是捐赠者的公司和个人名字。中途又经过了一个休息点。越往高处，游客的数量越少，而且这边有非常多很新的红色鸟居，如果想拍照，这里也是比较好的地方。经过了3号峰，来到了2号峰，每一个山顶都供奉着不同的大神。前面看到的左右2个就是狐狸的雕像，每个狐狸的嘴里叼的东西都不一样。继续往前，终于达到了目的地道和山的山顶。这座山只有230多米。山顶了。山顶上也是一座神社，神社周围都是这些密密麻麻的，有很多小的鸟居。山顶还能看到一些秋色、彩林、红叶。在山顶休息了片刻，开始沿着环线返回。一路看到的都是这些千门鸟居。对一般的游客来说，来这个福建道和大社就是来看这个千门鸟居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个千门鸟居也让福建道和大社成了世界著名的网红景点。我个人感觉这个福建道和大社并不是一个赏秋的地方，但这里一年4季游客都不少，尤其是新年搞活动的时候。从市区到福建道和大社需要坐 J2 火车，离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东福寺，我们穿过这里的社区胡同，直接走过去。日本的街道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确实都很干净。唯一不方便的就是路上很少看到垃圾桶，都要随身带着。走了不到10分钟，就来到了东福寺。我们直接来到了东福寺的园林红叶谷这边，一个人30，门票合30元人民币。东福寺也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了，也曾因为战争和火灾这里被毁，后来又慢慢的重建，达到了现在的规模。东福寺里面其实有很多国家级的珍贵文物，比如寺内拥有日本最古老的山门，还有一个厕所也是日本唯一定为重要文化财产的，叫东司。东福寺里面东西南北建有风格迥异的方丈庭院，其中北庭最为著名。这里也是每年春季赏樱，秋季赏枫。现在已经是12月了，没想到这里的红叶还是这么茂密，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到来。漫步在枫林小道，欣赏这些红叶。这里的地面都铺满了红叶。北面的红叶谷这边有一个通天桥，我们到桥上看一看。这个桥也有年头了，从这里望向两边的红叶谷，
如果早来1周，这里应该是更鲜亮一些。在通天桥的桥亭上往下看一下，这片都是茂密的枫树林。而桥的另一侧可以看到东福寺的几栋主要建筑，感觉这个东福寺确实能成为京都观赏红叶的最佳观景地。从桥上下来，往下面的红叶谷走一走，回头望，上面就是通天桥。这个角度拍照非常美。我又重新回到了通天桥上，拍了个照。虽然没有去到东福寺的几个主体建筑，但是这个园林里也有一些不错的建筑，而且和枫树红叶互相映衬，拍照非常美。整个东福寺的红叶谷这一带有好几座桥，除了这个通天桥，还有一个卧云桥。卧云桥应该算是景区之外了，但感觉那边的红叶也非常茂密。这是在通天桥看到的东福寺里面的方丈，目之所及都是红叶。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东福寺里面的红叶谷，高低错落，满眼望去都是红叶，很大气。出了东福寺已经是中午了，寺庙门口有这样一个小的美食庭院，很多当地人都会吃一下这里的乌冬面或者喝点汤。我们也简单在这里解决了中餐。从这里往前走几步就是卧云桥，从这个卧云桥可以望向东福寺里面的红叶谷，也非常漂亮。如果是11月底就能来这里，这里的红叶一定非常壮观。东福寺庭院赏秋的门票是人民币大概30。拍照片的就在这拍一个，就省这多少钱呢？600吧，如果来京都旅游，只待个3、5天是远远不够的。这里有太多的寺庙和世界文化遗产。接下来我们前往京都最古老的寺庙，非常著名的清水寺。